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收睇為食 VR 在英國。今日我哋會繼續討論教育。咁呢條影片咧係會同大家討論一個好多人都關注嘅話題，就係 Year 11嘅公開考試 GCSE。咁我會喺呢條片集中討論以下呢幾個問題。第一 ，GCSE 係幾時考嘅？第二 ，GCSE 嘅科目有邊啲係 compulsory 一定要揀嘅？有邊啲科目係可以自己揀嘅？咁學校俾學生揀科目嘅架構又係點嘅呢？第三，學生係幾時可以開始揀科？幾時開始修讀 GCSE 嘅科目？第四 ，GCSE 嘅評分制度，舊制同新制有咩分別呢？第五，點樣分析一間學校嘅 GCSE 成績？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嚟啦。首先，第一 ，GCSE 考試係幾時考嘅呢？ GCSE 考試會喺 Key Stage 4嘅 Year 11考嘅。咁如果唔知道 Key Stage 係咩意思，我而家就簡單咁解釋一下。Key Stage 代表喺英國讀書，從小學到中學嘅唔同階段。Key Stage 1即係 Year 1 to 2，相當於香港小學1年級至2年級。Key Stage 2即係 Year 3 to 6，相當於香港小學3年級至6年級。Key Stage 3即係 Year 7 to 8。或者 Year 7 to 9，咁呢個開始已經係中學嘅階段啦。咁相當於香港嘅中1至中2，又或者中1至中3。咁點解會有兩個唔同嘅答案呢？呢個我一陣間再詳細解釋。Key Stage 4，大部分學校都係 Year 10 to 11，可能有啲學校會係 Year 9 to 11，咁即係相當於香港嘅中3至中5，又或者係中4至中5。咁 Key Stage 4亦都係考 GCSE 嘅階段。最後 Key Stage 5，亦即係 Year 12 to 13，亦都係考 A Level 嘅學生，相當於香港嘅中6至到以前有嘅中7。咁而家俾我解釋下點解 Key Stage 3同4可以有唔同嘅解釋。咁就係因為有啲學校咧，佢喺 Year 9開始已經教 GCSE 嘅課程啦，咁就把握更多嘅時間去訓練學生，保障佢哋有更好嘅成績。咁仲有其實係可以用第一年嘅時間，即係 Year 9。去完成一啲比較簡單嘅科目。咁例如我嗰陣時就係1年內完成宗教嘅課程嘅。咁如果係咁嘅話 ，Year 7 to 8就係 Key Stage 3，而 Year 9 to 11就係 Key Stage 4。學校係有權利選擇學生喺 Year 9定係 Year 10開始修讀 GCSE 嘅。咁但係問題在於，我喺上條片討論過監察學校嗰間政府機構 Ofsted， 其實係中意學校喺 Year 10先開始教 GCSE 嘅，因為咁嘅做法可以俾學生喺 Key Stage 3有多1年嘅時間去學習唔同嘅科目，咁俾學生更加清楚自己中意邊啲科目，同埋喺邊啲科目表現比較出色，咁令到學生可以選擇更加適合自己嘅 GCSE 選修科目。所以學校係有可能係為咗討好 Ofsted 先至俾學生喺 Year 10開始修讀 GCSE。如果想知道點樣分析 Ofsted Report， 就記得睇翻我哋上一條討論教育嘅片啦。第二就係 GCSE 有啲咩嘅科目。咁 GCSE 科目分為必修科同埋選修科。必修科就有英文 English， 咁呢個包括咗 English Literature 同埋 English Language， 數學 Mathematics 同埋科學 Science 嘅。咁請留意翻，有啲宗教學校會將宗教列為一個必修科嘅。咁至於選修科目方面有咩選擇呢？就好睇嗰間學校。咁而家就同大家一齊睇下 GCSE 有啲咩科目係可以選修㗎啦。請留意以上嘅呢個列表，只係包括咗大部分嘅選修科目，有啲比較偏門嘅科目係冇包括喺度嘅。咁仲要提下大家，就係唔係每間學校都有咁多科俾學生揀嘅。如果想知道一間學校可以教授啲咩 GCSE 科目呢，就要到學校網站睇下啦。每間學校嘅選修科制度都唔同，有啲學校會俾學生自由選擇選修科目，咁但係有啲學校可能係要求學生最少 take 一個 foreign language， 即係外語，同埋一個 humanities 嘅 subject。咁呢個制度其實會成日變，咁所以咧就一定要向學校問清楚啦。舉個例子，我以前讀中學嘅時候，英文、數學、科學、
宗教都係必修科。然後學校就俾我哋喺 Humanities 裏邊揀一科，即係 Geography、History 同埋 Medicine History 裏邊選擇一科。然後喺外語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裏邊嘅 Spanish 同埋 French 揀一科。最後可以自由選擇 Arts 同埋 Technical Subjects 嘅科目。我自己當時就修讀咗以下嘅科目。我自己就覺得嗰陣時被逼要讀法文同埋歷史，雖然好困難，但係對我之後嘅成長其實相當有益。咁嚟自香港嘅小朋友，我大力推薦你一定要選考中文 Chinese 同埋附加數學 Additional Maths， 因為呢啲對於喺香港訓練過嘅學生其實係非常容易嘅，咁幫你攞到不費吹灰之力嘅 Grade 9。仲有身為現職中學音樂老師嘅我，如果你喺香港有學樂器嘅話，擁有 Grade 1 to 2嘅程度，其實已經足夠去開始修讀 GCSE 音樂。而 GCSE 音樂嘅難度亦都唔會超過 Grade 5嘅。仲有，由於 performance 係佔成個音樂成績 30%， 如果你可以演奏好大概一個 Grade 6音樂嘅話，你就已經攞到滿分㗎啦。喺英國讀書冇香港要求咁高，咁我自己就覺得想 GCSE 考得好嘅話，有基本嘅 common sense 其實就 OK 嘅啦。我以前喺香港讀書其實唔係話真係咁叻嘅啫，但係嚟到英國都可以攞到10個 A star。第三，學生喺幾時開始為 GCSE 揀科，同埋幾時開始修讀 GCSE 嘅科目。咁想知道學生幾時開始修讀 GCSE 科目，就要睇學校 Key Stage 嘅分佈。咁而呢個呢，頭先都講過下㗎啦。如果學校嘅 Key Stage 4係 Year 9 to 11，咁學生即係 Year 9開始修讀 GCSE， 所以學生會喺 Year 8尾開始選科。咁相反，如果學校嘅 Key Stage 4係 Year 10 to 11嘅話，學生就會喺 Year 10開始修讀 GCSE， 咁就喺 Year 9尾選科嘅。咁要留意翻，學生喺選科之前，學校可能會提供一啲試驗課堂，咁去俾學生體驗一下相關選修科目嘅。大家可能會問，學生喺選定科目開始上堂之後，會唔會有機會可以改變主意呢？咁要提下大家，喺開始選修 GCSE 嘅時候，有啲學校會給予學生1至2個星期嘅適應期，咁睇下學生對佢哋選擇嘅科目感覺如何。咁如果學生突然間覺得選修科唔適合嘅話，咁其實應該仲有機會可以轉到科目嘅。第四，就係要討論一下 GCSE 嘅評分制度、舊制度同埋新制度嘅分別。咁因為 GCSE 嘅評分制度喺2017年改過，大家可以睇下呢個表，左邊列出咗舊嘅評分制度，右邊列出咗新嘅評分制度。呢個表俾大家睇到以前嘅評分同而家嘅評分，同埋佢哋係點樣比較嘅。呢個新嘅評分制度由來係因為將評分定為 Grade 1 to 9，可以更容易分辨出邊啲係精英嘅學生。因為以前最高分嘅 Grade A Star 可能會有更高百分比嘅學生得到，咁新評分制度下嘅 Grade 9會有更少百分比嘅學生可以得到。咁所以得到 Grade 9嘅學生會比得到 Grade A Star 嘅學生更受肯定，亦能更容易分辨出精英嘅學生。第五，最後要同大家分享點樣分析一間學校嘅 GCSE 成績。如果你冇睇我上一條關於如何選擇英國公立學校嘅片，我而家好快介紹一次。咁喺上條片，我推介咗 Locrating 呢個網站，因為佢有嘅學校資料十分齊全，方便你比較唔同學校，幫你慳時間慳功夫。我教咗大家點樣分析 Ofsted Report， 用 Locrating 裏邊嘅 SEN percentage、Free School Meal percentage 同埋 Ethnicity 比例去了解一間學校係點樣嘅學校。所以未收睇嘅觀眾記得重溫翻嗰條片啊！我已經將條 link 擺咗喺下面啦。咁講翻正題，究竟點樣分辨一間學校嘅 GCSE 成績好唔好呢？第一，要睇合格率，即係 Grade 5 to 9。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個資訊係有啲空泛，因為佢話唔到俾你聽學生考到嘅係咩成績，佢只可以話俾你聽有幾多學生係合格嘅啫。第二，要睇 Attainment Aid Score。咁呢個分嘅詳細計算方法有啲複雜，所以我就唔喺度詳細解釋啦。有興趣知道嘅觀眾可以到 Locrating 裏邊嘅 blog 閱讀一下。咁我將 link 已經擺咗喺下面啦。但係簡單啲嚟講，你可以將 Attainment Aid Score 除10，
咁就變成咗一間學校嘅學生喺 GCSE 考試得到嘅平均 grade。第三，我覺得幾有意思嘅就係一個數據叫做 Progress 8 Score。咁呢個 Progress 8 Score 嘅概念其實比 Attainment 8 Score 更加複雜，所以想知道詳細解釋嘅觀眾可以到 Locrating 裏面嘅 blog 去閱讀一下。咁我喺呢度就好簡單咁解釋一下呢個數據嘅大概意思啦。就係將一個學生嘅 GCSE 成績同佢5年前即係 Year 6考嘅升中試成績作比較，從而得出一個進步或者退步嘅分數。咁再將呢個分數同全國平均比較，得出一個指標，然後再將中學嘅學生嘅指標全部攞個平均，從而去總結呢間學校同全國平均比較，佢係令學生進步或者退步。咁呢個分數嘅正數代表令學生比全國平均進步多，負數就代表比全國平均進步少。咁當然呢個分數越高越好啦。咁亦都有可能係代表即係嗰間學校嘅老師係教得好，令到學生比全國嘅平均係進步得多。不過都係嗰句，資料睇得越多越好，唔好淨係睇一樣嘢，然後決定一間學校好唔好。咁嗰啲分數同數字，梗係有佢哋嘅缺點同埋不足嘅地方啦。如果你哋想了解更多關於佢有咩不足嘅地方嘅話，請你留言，我會盡量回答。又嚟到我哋一片一餐廳嘅環節啦。今集我哋要介紹嘅係喺 Central London Baker Street 嘅 Royal China Club 皇朝會。呢間係一間水準非常唔錯嘅中菜廳，餐廳格局高檔，有唔少獨立包廂可以供客人預訂。我哋試過各種餸菜都覺得非常唔錯，尤其係佢哋嘅招牌菜冰鎮咕嚕肉。但係呢間餐廳其實係一啲都唔平嘅。整體嚟講，我哋覺得皇朝會可以同我哋之前介紹過嘅御寶軒相提並論，但係皇朝會喺價錢上面比御寶軒稍為親民。想去皇朝會嘅朋友就記得一定要訂台啦。大家食完之後請 comment 話俾我哋聽好唔好食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同埋撳埋個鐘仔啦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This is the Pearson EdXL GCSE Paper 1 Listening in Chinese. Question 1. 第一日，我哋住喺市中心嘅酒店，除咗餐廳以外，嗰度設施都好好。我同青島嘅一家人一齊住，好有意思。